庄子讲的3个故事，10个人看完，8个人开悟。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庄子的智慧。谁是庄子？庄子，这位东周战国时期的辉煌人物，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，还是卓越的文学家。他是庄学的创始人，紧随老子之后，成为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杰出代表。他对内圣外王的深刻见解，对后来的儒家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他对易经的精炼解读，指出易以道阴阳。与此同时，他的三赖思想与易经中的三才之道不谋而合。庄子作为他的代表作，其中《逍遥游》和《齐物论》是广受赞誉的经典篇章。他与老子齐名，合称为老庄。庄子的作品展现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语言的魅力，他能够巧妙地阐述那些难以言传的哲学道理，使其生动有趣。他的文字被誉为既是文学中的哲学，又是哲学中的文学。古传他曾隐居于南华山，因此在唐玄宗天宝初年，特地为他加封南华真人的称号，将其著作《庄子》尊称为南华真经。庄子的第一个故事，列子射箭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往往并非技巧或能力决定成败，而是一个人的心态。当我们心怀忧虑或过于执着于得失，即便拥有卓越的技艺，也很难发挥到极致。庄子在《田子方》中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列子曾为伯昏夫人展示自己的箭术，在射箭时，列子自信满满，每次拉弓便如同有着无比的骄傲。他甚至在自己的胳膊肘上放了满杯的水，连发3箭，水却纹丝不动。列子就像一个不动的木雕，毫不为所动。虽然列子的技巧卓越，但伯昏夫人并不认为他达到了箭术的巅峰。他认为列子的箭术充满了个人情感和技巧，缺乏真正的无心。伯昏夫人于是挑战列子，带他到悬崖边上，自己倒退到脚掌悬崖的边缘，再邀请列子发箭。面对这种生死场景，列子却汗流浃背，完全失去了平日的自信。伯昏夫人告诉列子，真正的大师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都能保持冷静和定力。技巧虽重要，但在特定的环境下，心境更为关键。一个真正的勇者不仅仅是技巧高超，更重要的是其内心的坚韧与定力。庄子的思想强调道与德的内涵，他认为人们应当遵循自然的天道，而非被人为的欲望所束缚。真正的生活应当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，而不是被人为的规定所束缚。庄子提倡的德是与天地共鸣，与自然同呼吸的境界。真正的智慧，对庄子而言，是不被固有的思想和利益所限制。只有真正的不治，才能真正的自在游走于天地之间，不被任何事物所拖累。这就是真正的生命。庄子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哲学、艺术和宗教。庄子的第2个故事，斗鸡。故事是这样的：季青子受大王之命，培养一只出类拔萃的斗鸡。显然，大王对斗鸡情有独钟，渴望季青子能够培育出一只无敌于天下的斗鸡，期望他早日出战。仅过10天，大王便迫不及待地问及季青子：我的斗鸡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？季青子答道：尚未，现今这鸡虽气焰嚣张，羽翼张扬，目光锐利，其骄傲之气显而易见。
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，如此娇气的斗鸡不正是战斗的好时机吗？但懂得斗鸡之道的人会告诉你，此时此刻，它尚不适合。10天后，大王再次询问，季青子回应，尚未适合。虽说他已经不再那么张狂，但只要有其他鸡有所动静，他仍会做出反应，仍旧斗志盖然。这样的状态还不够。再次10天，大王的询问如期而至，季青子说，仍旧不行。尽管他对外界的刺激已经反应较淡，但其眼中仍有怒火。还需10日，又是10天，大王前来，季青子这次终于点头。如今，这斗鸡已近完美，无论外界如何喧嚣，他都保持沉默。现在，他所展现的形态正如我们常言的呆若木鸡，他已经修炼得如同木质的鸡，意味着其心性已经完全内化。如此，他仅仅站在那里，其他的鸡一瞥便会惊慌失措。这时，斗鸡才真正准备好了。在庄子中，很多这样的寓言使人反思，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。在我们的认知中，一只斗鸡参与战斗，仿佛是将士听到战鼓声，应当充满斗志，自信满满，勇气昭昭。但庄子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强者是能逐渐将外在的锋芒收敛，将所有的斗志深藏于心中。这不代表他缺乏斗志，而是斗志已经完全内化。这种状态才称得上是全德。真正的胜利，并非仅仅在于勇气或技巧，更在于内心的修养。庄子的第3个故事，关于木匠的故事。庄子在达生篇中分享了一个关于木匠子庆的故事。子庆是鲁国的一名木匠，他擅长削木为箱。这所谓的箱，是用于悬挂钟鼓的架子的2端柱子，其上雕刻有生动的猛兽。也有解释称箱是一种乐器，上面刻有老虎的形态。子庆制作的箱极为精美，使观者都感叹其如鬼斧神工之作。那些雕刻的猛兽栩栩如生，使得子庆的名声如雷贯耳，甚至传到了鲁侯的耳中。为了解其制作技巧，鲁侯特地召见了子庆。子庆谦逊地回答，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技巧。他向鲁侯解释，在开始制作之前，他会全心斋戒，以求内心的宁静。斋戒3天后，他能够放下对名利的追求。到第5天，他不再关心他人的评价。到了第7天，他能够达到忘我之境，不再为了朝廷而忧虑。进入这种状态后，他便进山选材，只要找到合适的木头，就仿佛看到了完成的箱。最后，他只需稍加雕琢，便能制作出精美的作品。他总结自己的制作哲学为以天合天。这则故事传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，只有坦诚的心态，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，将事情做到极致。这就是道的哲学，即顺应自然，不与规律为敌，而是用清澈的心智去洞察何时以天合天。在信息时代的今天，若要真正感动他人，令人称赞，必须体悟木匠所传达的3个境界：忘利、忘名、忘我。实现这3境界，你便能洞悉天地之大道，与天地合一。这是否很难实现？其实不然，只需我们找回那些最本真、最简单的东西，即是见素而抱朴。以上庄子的3个故事，您领悟到了吗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。
下个视频见。